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酷盖王一博的辛酸史，被泼血，羞辱被离开。天天向上有一期节目是讨论，当你在工作加班的时候，会不会发朋友圈故意给别人看？王一博很坦诚地说，以前做练习生的时候或许会这样，但是现在就觉得发了干嘛？谁管你呀？听到这话，像是出自一个年岁稍长的人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感悟。可那时他20岁。提到王一博，现在会想到酷盖2个字，因为很好的概括了镜头前他给人的印象，高冷话少。可看了他的经历会发现，看似冷漠的背后，或许是因为早已看多了人情冷暖。沉默的岁月。1997年8月5日，王一博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，因为初一时看到电视播出街舞比赛，觉得很酷，便央求妈妈报了街舞班。学习1年后，13岁的他参加了全国 IBD 顶尖街舞大赛，闯入了 Hip Hop 组16强，舞蹈天赋出显，被乐华娱乐发掘成为练习生，远赴韩国。年龄小，离乡背景，语言不通，能不能出道都是未知数。那段练习生的岁月孤独、艰苦，看不到头。原本需要父母陪伴的年纪，他离乡背井4年，只能在微博写下，又是一个不能回家的春节。原本觉得自己还不错的舞蹈天赋，来到韩国后发现根本不算什么，厉害的人太多。为了能留下，他开始魔鬼的训练，每天休息不到4个小时，有一次跳舞跳到心肌炎，即使一天要打8瓶水，也没有间断练习。经过层层选拔，他成为了考核中唯一留在 A 班的中国人，也成为 UNIQ 第1个正式成员。2014年在韩国出道。作为团队舞蹈担当，他被称为膝盖上装了万向轮的男人，对舞蹈记忆力超强，基本一遍就可以记住。那年他17岁。可这个组合在国内当时并没有什么知名度，因为比较沉默，王一博在团队里经常被忽视。一次在参加节目，主持人请团队上台，念了团队里所有成员的名字，唯独落下了王一博。镜头给到他们时，王一博明显的站起，坐下又站起，手足无措。在韩国参加节目，介绍自己时，主持人总会默认一博是韩国人吧，他也总是会强调一次，我来自中国。还有一次组合去泰国宣传，王一博被泼红色液体，开始他还以为是热场特效，最后发现泼的是动物血。面对这样的恶意攻击，他气愤、担心，却不能离场，简单处理后依然得云淡风轻的上台。后来在节目中他自己说，在酒店晚上睡觉时，经常需要开灯或者开电视的，会害怕。才发现表面上的冷酷或许不是真的冷，只是他面对世界的保护色。因为那些沉默的日子里，他早就独自看惯人情冷暖。成功的结果人人想要，但荆棘丛生的道路却不是人人都想走。2015年底，天天向上选天天小兄弟，王一博和吴磊、刘昊然、曾舜晞、白举纲、童梦石、张艺杰等在内的20位当红人气小鲜肉一起入选。露脸机会少，发言机会少，中间有很多人走了，王一博一直坚持着，每一次被 Q 跳舞他都全力以赴，最后正式成为了固定成员。因为话少，
每一期节目轮到王一博的只有一两句词，还得哥哥们主动带，观众们质疑他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劝他赶快滚。王一博顶着压力又坚持了下来，后来看得久了，观众也就习惯了。天天向上虽然是一个没落的综艺，但对王一博却意义非凡。这是一份固定的工作，对那时的他来说，有着一份固定的收入，是他坚持下去的后盾。这是一个稳定的露脸机会，每周准时播出，虽然收视率不比从前，却让王一博背靠芒果台，既多了机会，也混了脸熟。就这样熬到2019年，王一博终于等来了《陈情令》，剧集爆火，他和肖战双双晋升顶流。他的一言一行也被更多的人关注到了，大呼原来他如此宝藏。大家都知道王一博跳舞好，到底有多好呢？直到他成为了《这就是街舞》的导师。节目中的他贡献了无数个精彩绝伦的舞蹈，不仅许多女明星是他的粉丝，而且无数街舞大神都对他赞不绝口。KOD 赛事创始人高博说，王一博的表现完全是一个职业 dancer 的水准，编排、完成度、个人表现力都非常好。肖杰说，他是练家子，从上一季的胸阵 Battle 小宝到这一季的队长秀，太多的明面场让人大呼太帅、太野了。网友赐名他芳心纵火犯，人体节拍器。喜欢就要做到极致，爱上摩托车就要走向赛场。速度与激情应该是很多男生喜欢的事物，王一博也不例外。他说他喜欢那种畅快，就像一种可以肆意发泄的方式，可喜欢了便要做到最好。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专业车手。2019年加入了雅马哈车队，成为了85号。在2019年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中获得了新人组第1名。有人说不过就是玩票，立人设而已，他却用一次又一次缩短的时间证明了他的付出和努力。我最想被人记得的称谓是演员。有匪后和赵丽颖参加快乐大本营，被问及最想被别人认可的身份是什么，王一博脱口而出演员。出道至今，不管是初期的人间至味是清欢陪你到世界之巅，还是大火的陈情令有匪，观众对王一博的演技有褒有贬。但即使演技青涩，自从踏入这一行，他的营业都是敬业和踏实的。他说好演员的标准就是对剧本、对角色、对对手负责。因为不是科班出身，缺少表演经历，他就把表演老师请到剧组，从头学基础，咬筷子练台词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所有的默默付出都会体现在一点一滴的进步里。在今年播出的《理想照耀中国》抉择中，王一博出演革命先烈蒋先云，对他来说不仅是一次宝贵经历，有着不同于他以前演过的任何角色的特殊意义。这是真实的人物，真实的历史事件，对先烈形象的塑造不能有分毫差错。这个角色让观众对王一博能成为演员又多了一份期待。剧中他的台词令观众大为改观，甚至有网友说，他在这里的台词已经超越了大部分职业演员。吐字清晰，铿锵有力，年少时的清澈阳光，周上夜谈时的镇定睿智，校长式对话的不卑不亢，礼堂抉择时的激昂爆发，在他的演绎下，张弛有度，极富感染力。加上他坚定的眼神，挺拔的身姿，瞬间将蒋先云这位一身正气的伟大英雄形象立了起来，一下将观众带入那个年代。理想照耀中国的总导演傅东玉评价他：
王一博虽然很年轻，但他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演员了。还说，最高兴的是看到礼堂那场表演，让我看到了一个年轻孩子身上最质朴的真挚感。3. 从来都是人间清醒。现在的王一博虽然一年解锁了30多个代言，可在娱乐圈的整顿形势下，工作室被约谈，本人也因为无资格证暂时离开天天向上，似乎不是很有利，但王一博都没有发声说明。不过，从默默无名到爆火，他早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出道7年，王一博其实并没有什么绯闻，在很多公众场合，他不爱出风头，也不爱抢话，被 Q 到回答也是简洁明了，不宠不媚不讨好。在这司空见惯的名利场中，他已然清醒而理智的知道自己重心在哪。在获得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奖时，本是意料之中，因为在最初投票通道开启的时候，王一博的票数就一骑绝尘。但他的获奖感言却让人有些意外。他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金鹰奖的新朋友王一博，非常感谢金鹰奖能够赐予我这个荣誉，我拿的是观众喜爱男演员奖。我知道目前可能更多是支持我的人，作为我的观众在喜爱我，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，用努力和一些运气更加配得上这个奖。”一句新朋友，客观地评价了自己在演员这条路上的现状，傍身的作品既不够多，也不够有说服力。一句我知道目前可能更多是支持我的人，作为我的观众在喜爱我。坦白白地表示，得到这个奖不是因为他的实力和他的演技，而是因为自己的人气，自己的粉丝。能把人气和运气这2个词不卑不亢的在颁奖礼的现场讲出来，足以说明王一博勇敢且清醒。关于流量明星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他似乎不能称之为一个褒义词，所以很少有人承认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只把成功归结于运气，而绝口不提自己的努力。王一博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在演艺圈混就是要70%的实力，20%的天赋和10%的运气。因为没有实力，即使被看到，也走不远，但是缺了运气，即使有实力，也很难出圈。未来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塌房的顶流会是谁，只希望他可以一直清醒坚定，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默默努力，用实力和作品惊艳四座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